多次自由的模型 TC 哥为您分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各位收看这一期的魔安分享。本期和各位分享的是由森宝积木出品的《荣耀争霸》系列战西游悟空。那么本款模型的定价是249元，目前的现货价格，拼装积木的产品线曾经我也做过一些，不过人形的拼装积木确实做的比较少。今天也正好来填补一下我这个部分的视频空缺。本款模型的盒子还是非常的巨大的，并且整个画面都是采用了一种炫彩的效果，在不同角度的光照下，这个效果会更加的明显。尤其是配上正面孙悟空的这个形象，确实还挺搭配。那么盒子的侧面以及背面就是一些产品的相关介绍以及厂家的 logo， 这些基本上都是常规的配置了。然后我们直接来窥镜看一下，打开盒子里边都有什么东西。里边的内容物包括大小6包零件、一本说明书、一部分的布质塑料，再有一个就是这个小白盒。那么这个说明书也是个塑封包装的，这个我确实是第一次见。本款模型的拼装说明书还挺厚，并且内部也是采用了全彩印的配置，相对来说在后续找零件会比较方便。说明书里边还夹了2张补色贴纸，贴纸的话主要就是大量的花纹了，不过这里边还有一些是烫金金色的表现。然后就是一包布置零件，这里边主要就是侧云甲和后面的旗帜了，印刷的确实还不错。那么这个小白盒里边装的零件，我们在 FRS 双宝贝里边算是比较常见的一种东西了，就是这个塑料片。剩下的就是这6包的积木零件，整体的数量也确实不少，积木零件摸上去的手感也比较不错，整体零件的表面也是比较光滑，在部分零件也是采用了玉涂装的配置，主要就是金色和银色，并且一部分精密零件的表面也是采用了一印的配置，而且这个数量还不少，一印标志的清晰度也是比较可以的。除了积木零件之外，本款模型也有提供部分的开模零件，这部分零件的细节刻画相对来说还比较不错，并且金色零件也是采用了玉涂装的配置。红色零件整体的质感看上去会有一点油，这个细节刻画也看着会肉一些。拼装完成之后，本款模型的内容物包括主体如意金箍棒，还有一个剪印支架。得益于本款积木提供了一些开模零件，加上大量的红面零件，最后呈现的造型也确实还不错。整体红色和金色的搭配也确实不错，在此光灯的照射下，全身的红色零件以及透明件都会有相应的发光效果。这个状态我第一次看，感觉有点像《大圣归来》里边熔岩成甲的那一段，这个真的是太帅了。最后的灰焰长袍更是点睛之笔。本款模型拼装完成以后，整体的高度是来到了32厘米左右。不过老实说，人形积木里边我感觉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头部，如果能在头部单独给一个开模零件，那么我相信这个效果会更好，毕竟这个平面的脸确实有些小怪。好在头顶的凤翅紫金冠的尺寸比较大，正好遮挡了一部分，用塑料片还原的2个头顶的铃也恰到好处，根部也是可以进行活动调整位置。头部是通过了球形关节进行连接，脖子部分也有一段轻微的可动，整个头部的抬起活动幅度是非常优秀的。低头的话会受到下巴的干涉，左右侧摆也会比较一般。胸部整体是没有开模零件，不过体型做的还行，就是胸口两侧的这个圆形结构，让我一下子想到当初做红一端胸像两侧的那个东西了。为了增加腰部的可动性，胸口中间还可以像打开驾驶舱一样进行活动，用来提升弯腰的活动幅度。背部零件也是如此，不过对于后仰活动提升会比较一般。腰部的平转也是可以做到，但是相对来说，腰部的平转要比弯腰和后仰的关节紧实度要好一些。肩胛整体是通过了双段球形关节进行连接，但是吧，这个状态就会显得整个肩胛拉出来会有些长，调整一下位置，相对来说也可以达到一个比较不错的平衡状态。肩胛由于是开模零件，造型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正反两侧的装甲也是通过卡扣进行连接，可动幅度相对来说也会比较大。侧面的装甲也是带有一个大范围的可动幅度。手肘部分是我们常见的3段式结构，但是这样的设计我确实是第一次见。得益于本身没有比较重的武器，这个关节的紧实度反而刚刚好，并且在这个部分的一印和贴纸的加持下，最后的效果也比较漂亮。手部为全新开模的113可动手，这东西我们玩高达的可太熟悉了，用在这一款积木模型上也不太违和。手尾甲是给了2种样式，可以选择更换，不过安装的都会比较松，建议加固一下。可动手的根部是球形关节，整体的可动角度还可以，关节也比较紧实。针对本款模型唯一的握持武器如意金箍棒是提供了固定卡榫，同时也可以稍微调整一下角度。虽然这根棍子和主体差不多是一样长的，但是握在手中的时候总感觉还是有一丢丢短，如果再长一些就好了。肩部的可动也算是一个比较常规的状态，摆出一些基础动作还是可以的。裆部裙摆采用了金色和透明件组合，根部也是带有一点可动设计。
侧裙摆是通过球形关节连接在大腿的部分，然后通过上方的结构包裹整个胯部，让这个部分看着并不是特别空。同时，这些部分都是可以进行活动。裙摆下方是采用了虎皮裙样式的布料结构，不过这个布料相对来说会有些硬，想要摆出别的动作的话，可以先团吧，皱皱巴巴的状态，我个人感觉也应该还行。尾巴部分是采用了多段球形关节进行连接，关节紧实度和可动角度都不错，关节紧实度和可动角度都没有什么问题。腿部的设计属于是比较常规的状态，并且在膝盖关节两侧也是用到了软胶零件增加摩擦力，但是这个把持力度的提升比较一般。膝盖装甲也可以进行轻微调整，不过为了更好的一体性，我个人建议给它往前推一下，这个状态是最好的。同时这里吐槽一下，作为一名模型博主，我认为如果膝盖这个部分也能做一个左右合的开模零件，那么这个效果会更好，至少没有这么多缝。脚腕部分是双段球形关节，甚至后方还有我们比较熟悉的液压杆设计。我知道各位想说什么，这不一眼巴巴脱。虽然是这样的关节设计，但是脚腕的侧摆、抬脚和下压的动作都是可以完成，并且关节紧实度不错，摆好动作单独站尸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但是脚尖的金色零件会有些松，需要加固。腿部的可动也是比较常规的状态，包括胯部和膝盖关节的活动，但是胯部的侧踢和膝盖关节相对来说会有些松。整款模型的重量也确实比较沉，站立稳定性需要再好好调整一下。另外就是本款积木还提供了一个剪印支架，确实是第一次在积木模型上见到这个东西。不过我不太清楚为啥我的这个装完会有些歪，而且支架杆的角度和主体的角度相对来说会有些冲突，支撑的效果也不是特别好。但是调整好位置的话，即便是不上支架也没有什么问题。话又说回来，毕竟是人形积木，确实也不适合把玩，加上部分零件把玩是非常容易脱落，个人建议给它加固一下，然后摆点简单的动作，我感觉就够用了。最后还剩下这个背包组件，这个部分的旗帜也是采用了布料，根部是一个十字桩，直接插上去就行，固定效果没有问题。每个旗帜的根部都是独立的球形关节，可以调整角度，而旗帜上印刷的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齐天大圣。孙悟空的角色形象在我的认知里也算是多种多样，无论是在影视剧里、动画里、游戏里，又或者是其他的衍生作品里边，这些形象都有着独属于创作者们对心中这位英雄的刻画。最近这张图也算是流传在各个平台，虽然上面我认为应该还可以加上一些比如真人版宝莲灯、西游记后传这样的形象，不过这里边无论是哪一个形象单独拎出来都是一段被人熟知的假话。结合着本期制作的森宝积木孙悟空，毕竟定位是积木拼装模型，得益于提供了部分新规的开模零件的加持，整体的完成度也确实很高。站在模型玩家的角度，我认为部分位置如果能再给一些开模零件，效果肯定会更好。但是如果站在一个孩子的角度上，亲自拼装制作这样一款齐天大圣，又何尝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呢？就像从早年模糊画质的斗战神到如今即将上线的黑神话悟空一样，模糊的记忆逐渐变得清晰，借由积木砖块拼出来的形似马赛克的孙悟空形象，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，也会在你我的心中逐步美化，最终变成属于我们自己最喜欢的齐天大圣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了，如果各位对我的视频感兴趣的话，记得点赞关注支持一下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